根据缅甸妙瓦底最新战况显示，克伦民族解放军和克伦人民保卫军组成的联军对缅军在泰缅边境妙瓦底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缅军第275轻步兵营发起猛攻后，缅军已经投降并逃入市区。而就在上一周，克伦联军刚攻占了妙瓦底以西最重要的博干瑙村缅军战术营地，促使近500名缅军士兵缴械投降，其中还包括75名军官。这可以说是缅军方在克伦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失利。缅军方除了用空袭和炮击应对克伦联军攻势外，还派出一架飞机前往泰国一侧美索机场，紧急疏散一些逃离的缅军官员和家属。看来离克伦联军完全控制妙瓦底只有一步之遥。之前节目我们介绍过，妙瓦底不但是泰缅边境第3大贸易口岸，同时也是缅甸最大的电诈中心。臭名昭著的 KK 园区就位于妙瓦底。克伦联军这次的进攻之所以这么顺利，一方面是举起反电诈大旗后捡到了果敢同盟军赋予的装备，另一方面是原本妙瓦底电诈最大保护伞苏启都领导的克伦边防军临时脱离缅军序列，宣称中立，并没有和克伦联军发生正面冲突，直接导致缅军在克伦邦的防御攻势崩溃。苏启都这只老狐狸的叛变动作可谓一气呵成，驾轻就熟。苏启都原本是克伦民族联盟旗下的一个营长，1994年因克伦民族联盟内部基督教与佛教的矛盾，率部加入了克伦民主佛教军，并在随后的日子里配合缅军方对克伦民族解放军的行动，夺取了大量地盘。2010年，已经升任为克伦民主佛教军第999旅旅长的苏启都，在缅军的施压下，率领克伦民主佛教军主力13个大队，改编为隶属缅军序列的克伦边防军，而拒绝改编的克伦佛教军余部，则由苏拉培率领坚持抵抗，曾一度攻入妙瓦底。而这次负责主攻的克伦人民保卫军方面的苏吉特和苏珊昂上校，却是日后从苏拉培部脱离出来的。2024年1月底，苏启都再次上演改旗易帜的戏码，将克伦边防军的名称改成克伦民族军，表示脱离缅军序列，不再配合缅军作战，企图鱼目混珠，真可谓实打实的三姓家奴。其实苏启都的经历和果敢前主席白所成十分相似，同样都是在缅军利诱下叛变原先部队成为一方军阀。前段时间，苏启都还对缅军方将电诈头目白所成五花大绑交给中方审判的做法颇有微词，估计他是看到白所成下场后叛变基因再度觉醒，所以干脆直接宣布脱离缅军方了。目前苏启都的部队还驻守在妙瓦底城区进行日常巡逻，想凭借与克伦联盟和泰国方面的默契保下电诈园区。事实上，早在2017年，苏启都就开始与电诈头目佘志江领导的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合作，在佘志江支付470万美元的首付款后，开始在水沟谷开发亚太星城项目。他还与14K 组织头目尹国驹领导的东美集团达成一项开发塞西港电诈园区的协议。另外，克伦民族解放军的前领导人也被爆出深入 KK 园区星城项目。这些妙瓦底的电诈园区可谓罪恶滔天，已经形成电诈、毒品、人体器官买卖等一条龙黑恶产业链，被称为人生终点站。不过他和白所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太高估自己了。本次进攻妙瓦底的主力是克伦人民保卫军方面的黑豹、联邦之翼等分队，从去年开始就和克伦边防军频繁交战，可谓冤家路窄。人民保卫军高层已经多次承诺，愿意配合中方和国际社会打击电诈。另外，克伦民族解放军新的领导层并没有与电诈园区有太多牵连，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去配合苏启都。当然，根据白所成近期的供述，作为缅军最高层的国防部副防长昂林吞也深度参与果敢的电诈，不排除缅军方也直接与妙瓦底的电诈绑定。近期，中国驻缅甸大使再次会见缅甸内政部长，要求缅方继续开展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结合去年9月以来的中泰缅老4国联合打击电诈行动取得的成果。总之，中方铲除电诈决心是明确的，缅甸妙瓦底的电诈园区必须清剿，任何妄图保护电诈的行为都将是徒劳的。再次奉劝苏启都放弃幻想，认清现实，尽快释放电诈园区被骗中国同胞，并配合国际社会交出所有电诈头目和涉诈人员。